大家好，我是 Tony。我們梨山旅行的第3天下午，我獨自來參觀梨山文物陳列館。這個陳列館裡面展示泰雅文化、中橫開拓史，還有梨山的自然生態。梨山文物陳列館開放時間上午9點到下午5點。這棟陳列館完工於民國60年。中橫開拓。這個展覽間展示中橫開拓史。這裡有中橫的歷史簡介。大清帝國在牡丹社事件之後，實施開山理蕃，開闢北中南3路越嶺道。日本時代1907年首度橫斷至花蓮港廳。1914年太魯閣戰役期間，開始興建警備道。1917年開始興建能高橫斷道路。1921年開鑿皮亞南越嶺警備道。1922年完成皮亞南越嶺警備道大甲溪支線，就是現在的中橫公路西段。不過在7.2水災之後已經封閉至今。1934年重修合歡越嶺道。1941年新高公路開工，後來因為太平洋戰爭而停工。直到民國45年，政府才興建台灣中部橫貫公路。台灣中部橫貫公路開工於民國45年7月7日，至民國49年5月9日完工。是台灣第一條可以行駛汽車的橫貫公路。這是橫貫公路殉職工程人員名單。這裡有中橫公路修建期間蔣介石總統視察工程的老照片。中橫公路開闢經費主要是來自美國的援助。早期可以搭飛機來梨山旅遊，也可以搭直升機。泰雅族的婚姻之路。2樓這裡有梨山附近泰雅族的4個部落簡介。這是環山部落、松茂部落、梨山。舊稱斯拉茂、嘉陽部落。民國58年，因為興建德基水庫，所以遷移至現址，改名為新嘉陽部落。這是泰雅族谷倉。這是傳統泰雅族的房屋。泰雅美食。這是千年眼助太郎在司馬繞梨山部落踏查記錄。泰雅的一天。嘎嘎泛指一切的風俗習慣和信仰，也是祖先流傳下來的訓示。泰雅人的一生都接受嘎嘎的規範。這是傳說中泰雅族的發源地。
位於今日南投縣仁愛鄉發祥村瑞岩部落。泰雅美麗，泰雅族的服飾、紡織與編織。我參觀完梨山文物陳列館了，今天下午這個時段只有我這一名遊客而已。我是相見恨晚，因為我是來到梨山旅行第3天的下午才來參觀這裡。我覺得應該第1天就先來這裡參觀，這樣就能夠對梨山的歷史，還有這裡的泰雅族文化，還有中橫公路的開拓史，就會有一些初步的認識。梨山文物陳列館旁邊附近有鹿公忠烈祠，還有響堂。響堂，這是祭祀因為興建中橫公路而殉職的工程人員。哦，這邊有階梯下去。哇，竟然下起雨了，天氣有點變了，所以我穿起外套。響堂看起來是有點冷門的地點，不過我想既然來到梨山，應該前往鹿公忠烈祠，還有響堂，向當年開發中橫公路而殉職的工程人員致上一點心意。看了一下 Google 地圖，鹿公紀念碑跟響堂是在不同方向。那我現在先走往響堂。我抵達響堂。響堂這邊的匾額刻有“忠進可封”。中華民國60年7月1日，台灣省梨山地區建設委員會淨立。這裡祭祀逐鹿殉職之員工200餘人。前面這裡還有參道。所以正式的入口可能是從前面那邊爬上來的。這邊旁邊有墓園，這邊走下去就接台八線中橫公路東段往大禹嶺的方向了。旁邊那邊有一座涼亭，不過往涼亭的小徑已經雜草叢生了。我爬上來了，現在繼續走往鹿公忠烈祠。現在梨山的天氣是既飄雨又出太陽。我現在就在鹿公忠烈祠，可是沒有看到。前面這裡是公共廁所，還有停車場。忠烈祠在哪裡？再過去就是梨山文物陳列館了。這邊有祈福牆。我個人的判斷 ，Google 地圖上面標示的鹿公忠烈祠、響堂，應該是指同一棟建築物，就是響堂。我剛剛已經造訪過了，不然沒有理由這附近看不到鹿公忠烈祠。現在已經下午4點10分了，那我要趕快前往台灣海拔最高的教堂梨山耶穌堂，距離這裡大約600公尺，那我就開車過去好了。雖然那附近可能不太好停車。我抵達梨山耶穌堂了，很幸運，這裡有3個停車位，目前還有空位，很順利的停車。梨山耶穌堂，民國59年設立。教堂開放時間上午10點到下午4點。啊，我以為是到下午5點。
現在只能參觀園區，沒辦法進入教堂了。服務人員說可以特別讓我進去參觀。這是歷史建築梨山耶穌堂。梨山耶穌堂的興建與蔣介石總統、蔣夫人有關，因為當時在梨山這邊設有行館，那蔣介石總統跟夫人來這邊度假或視察的時候，那週日總要做禮拜，所以在蔣夫人的倡議之下，梨山耶穌堂就在民國59年正式落成。那後來經歷一段歲月，這座天主堂曾經因為地震、颱風而毀損。荒廢了一陣子，後來才重新修復，也登錄為歷史建築。梨山天主堂是台灣海拔最高的教堂，也有雲端上的教堂之稱。這是許諾平台。我現在準備離開梨山耶穌堂了。今天造訪的最後一個景點是有台灣海拔最高的媽祖廟之稱的梨山天龍宮。梨山耶穌堂現在是泰雅爾宗會靈修中心。我現在抵達姻緣丘停車場。台灣海拔最高的媽祖廟梨山天龍宮就在那邊。這邊有寬景平台，我先來看一下風景。現在雪山在雲霧中。梨山天龍宮。這是台灣海拔最高的媽祖廟。梨山天龍宮創建於民國61年，經嘉義笨港港口宮三聖母指示命名為天龍宮，侍奉天上聖母媽祖。媽祖是海上守護神，沒想到在台灣的梨山，海拔2000公尺之處，有一處台灣海拔最高的媽祖廟，非常的特別，所以今天特地也來造訪。我們在梨山3天的旅行，梨山天龍宮是最後一個景點。那待會我回到梨山賓館跟我老婆會合，傍晚吃晚餐。明天一早就離開梨山了。那我今天下午的算是梨山散步之旅就在這邊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